茅台冰激凌、茅台咖啡现在都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但能把茅台酿造过程中的基酒单独拿出来摆上桌，这还真的是第一次见。哎，不要划走！大家好，我还是那个小天，今天带大家来上海体验一下贵州菜。1877前，这是一个晚清建筑啊，1877年建，从浙江衢州原建原拆复原到上海。在这边吃饭啊，就像身处在博物馆当中一样，明星们还可以看到当年自己瘦着的样子。你说谁胖？茅台宴前必须体验下贵州服饰，给大家变个身。还收获了一组朋友拍的写真。茅台宴有880、1877，3580的价位，880不含酒，另2个含气道茅台基酒。今天带大家体验最高规格的这款茅台宴啊。前菜五福临门，驴牛、鸭、鱼、鹅都上了一遍。贵州朋友看了肯定要说，我们贵州没这些菜了。前2款基酒野性霸道，粮食伴随着辛辣的味道。喝完头上直冒汗。接下来的一道夜郎煲就是夜郎自大的那个夜郎，这也是古代贵州那边的养生汤。这边的师傅比照着食谱把它还原了出来，成为了一道非遗传承菜式。6小时的炖煮，精华都在这一锅汤里，来上点薄荷盐，鲜味就都出来了。茅台净海螺，他还帮我切了。南非2头溏心鲍，干鲍本来就是晒干然后发酵，它用15年的茅台，酒也是一个发酵的产物。这2个东西结合在一起之后，这种里面的氨基酸。一个是海鲜，一个是酒，它里面产生丰富的那种粉类、香气的物质，综合在一起就是非常复杂，非常鲜美。红烧鸽子蛋、贵州黑蒜乌江鱼、贵州扎佐黑毛猪酸菜蹄膀。猪它选用的是桐庐的这种萝卜猪的猪后腿，其实是蹄膀，然后外面脆炸了之后进去同煮，非常的酥烂啊！一定要配上这个蘸水。这边闻的时候它就有一股那种烟熏味，然后一问他们是用那种。辣椒，然后烟熏之后，然后再捣碎，非常好吃。而且那个豆腐，它不是那种白豆腐，稍微带点灰分的那种豆腐，特别好吃。第4道味道层次感就很丰富，它不像前面2款一下子就炸裂开那种感觉。茅台火焰菊奥黛，哇哦！一下子呛出来、焖出来的，所以它表皮会非常的脆，然后里面的水分锁得很牢，然后弹性会很足。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它的调味会稍微咸了一点。但是和第4款基酒在一起呢，就刚刚好。第5款，第5款比第4款更高级一点，入口其实很圆润、很滑，它的回味有点那种。新疆的那种葡萄干的那种甜味，它的味道层次会很丰富，是有岁月的沉淀感在这个里面。这2款基酒其实就可以开始用来制作真正的茅台了。遵义豆花面，这道遵义豆花面啊，我就很佩服贵州的小伙伴是怎么想到这个菜。他把一个很热辣的面，然后加上这个热辣的臊子在一起，热火朝天的感觉又很香油润，旁边又放了一个加上蜂蜜的一个豆浆，很天作之合。但是我肯定是想不到这样一个组合，非常棒。安顺稻菜也是一道非遗传承的菜，据说它没有什么功效啊，就是说吃了会清心寡欲。这里面有稻菜的前世今生啊，这个是新鲜的稻菜，这个呢腌制过的稻菜。那吃完一些热辣的菜之后，喝完这个温温的稻菜汤，很舒服。第6、第7款基酒我们就放在一起，一开始你会觉得没有什么爆发力，但是到后面它后劲很强，那香味其实也比较集中在后段。其实想一想，我在国外的那段时间，然后就想，他们对我们这边了解的真的是知之甚少，非常希望推荐给大家，就像这样非常有特色，而且是可以代表我们中国很多文化的这样的一个餐厅和体验给到大家。我是小天，阿拉坡山的。一句话证明你看过《西游记》。